家的全世界大和平背景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期将会告诉你大古是凭什么成为了胜利队的一线队员。这期开局就是轻松愉快的小曲儿啊，伴随着总监的出行计划即将启动，交际花大古小可爱就开始展现他的超级亲和力，和总监亲密的打起了招呼。旁边漂亮的秘书姐姐很好奇，这个非科学家和防卫军的相貌平平无奇的大古为啥和总监关系很好呢？这里记笔记，后面要考。然而这次出行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时间了。泽井总监所搭乘的 TPC-1 号失去了联络，是起飞后1小时以后的事。他机随后2号小燕子出动了，接下来就是忘了关队内语音的结果。唉，真是的，就算他是总监，要飞到哪儿也至少也该说一声啊。京城队员，我听到了。事实上，队长也不知道总监具体去哪儿了，只知道是一个秘密会议。而野瑞查到出事的地点很接近克里莫斯诸岛，也就是当年旧防卫军到 TPC 过渡时期举行全世界首脑会议的地方。大古也是非常积极的表示要参加搜索行动。然而话音未落，星辰的超绝 buff 就压制住了丽娜。小燕子2号在一阵红色的南极光中失控了。不过在丽娜大人的冷静指挥下，最终2号小燕子逃过一劫。哦，什么叫王牌驾驶员呐？谢谢你，丽娜家。而接着克里莫斯诸岛就发出了一段早期 AI 的抽象画面。克里莫斯诸岛从今天上午开始宣布成为独立的国家。我是本国的总统泽井，我们将把地球和平联合组织 TPC 逐渐转移为以克里莫斯诸岛为首都的世界统一国家的行政机关之一。除此之外，凡擅自闯入本岛领空的，一律予以击毙。这里电视剧简单介绍了一下泽井总监9年前游说世界各地的首脑达成世界大联合的事儿。实际上，在编剧小中前朝构建的迪迦世界观中，这个事情远没有 TV 的那么简单。其实除了泽井的人格魅力之外，当时是世界各地都陆续被宇宙人接二连三的入侵，因此矛盾已经总体转移到了一致对外的格局上。我们熟悉的吉雷埃洛的人以及超能力者，甚至和队长还有一些故事。迪迦证据之前发生的事也非常的精彩，其中也有很多衔接证据的事件。后面等 TV 更新完会考虑给大家做一做小中千章老师构建的迪迦前传的一些故事。随后旁白就狠狠的皮了一下，把这一切统一起来，或许是泽井支配未来远大世界的一项计划吧。胡说什么？难崩兄弟，泽井统治世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总之在旁白君瞎掰扯的时候，吉冈局长展现了他的鹰派作风，力求亚特迪斯号出击。大古直呼我也恨不得马上变迪迦，不是马上就出发。但是鸽派的纳元参谋坚决不同意。用队长的话说 ，TPC 的核心要义是因为只有在造成灾害的怪兽出现以及外星球对地球发动侵略，才允许胜利队出动使用武力解决。对的，毕竟目前局内视角仍然是人类内部的斗争，如果开了这个头，那以后将是混乱的开端。一旦人类之间的矛盾用上武器，那么这个费了泽井总监半生心血的大和平时代将很快崩塌。不过饶是如此，大伙就相信总监这个世上是达成一致的。野瑞分析出了这红光是防卫军时代人造的东西，绝景直呼3个6。就在大家一遍又一遍的观看那个抽象视频之时，队长回忆起了3年前迫于外星密码的事后，又称大古升职记上篇。当年外星 UFO 突然出现，并且开启了浴霸照明模式，目标非常明确的冲着总监而去。正当总监要被连着车子一起套走之时，没错，突然断章了。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因为此时野瑞同学发现了一个滑点，那就是绝景总监的眼睛出现了非人类的表现啊，智慧的眼神。队长一瞅，我去，既然是外星人，那还跟你客气什么？居间一句中气十足的 F4 机库。Max 系统开始启动，亚克迪斯号准备出发。亚特迪斯号再次堂堂出动，并且中方直接决定声东击西，表面玩空战，实则绕开防护罩，准备从海底登陆。现在距海豚202号解锁。丽娜听到继续突破屏障的指令有点费解，然而星辰歪嘴一笑，哟西，猜到了指挥可能安排了其他行动，毕竟无线电波已经被窃听，好一个瞒天过海。然而大古刚一上船，顿时发觉不对，对不起，这个任务非常危险，拜托你了。你穿成这个样子上船可能不太合适吧？吉冈局长，给可爱的大古吓一激灵。不过作为老海员的吉冈加海豚202的开发者之一，这次亲自去救老朋友回来。大古，出发了。明白。去把泽井接回来。海豚202号已经出发。
船上吉冈局长还一口一个船长调戏大古，给古儿整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便唠起了家常。原来吉冈局长是个扭曲的泽井厨子，二人吵了20多年，老夫老妻了。说白了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政见有出入，但惺惺相惜，目的总归都是为了和平。而大古此时的回忆则补全了之前升职记的下篇。原来当初还在运输部的大古看到总监遇险，不顾一切的去救他。这段其实在编剧小中千昭的设定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大古当初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总监为偶像了，以及后续在受到总监提点之后，更是拼了老命的完成正牌胜利队员的所有训练，甚至在这期间还与丽娜有了第一次比较搞笑的邂逅。不过那会儿的丽娜还非常的生人勿近，具体的我们 TV 完结再聊。时间就回到现在，大古其实一直挺没自信的，毕竟自己是建筑专业出身，对内算是底子比较差的。接下来就是一段可爱对话。没有，我没有，我怎么会呢？你没有期待过？没有，一点都没有。是有一点。大古的坦诚确实很像年轻的泽井总监。话音未落，海豚202便到达了敌军大本营，二人转成老年皮划艇，吉冈局长还被海风做了个强者发型，非常的自由。在抹了点发蜡之后呢，二人便准备分头行动。大古负责干掉防御塔，吉冈则宝刀未老，充当救援先锋。你一个人不要紧吧？不要把我当成老头子。啊，对不起。哇哦，老年人的帅气啊！吉冈局长非常麻利地进入了建筑内部，只能说不愧是当年的一线干员。结果发现房间里面的泽井是个充气的冒牌货，哎呀！见鬼，冒牌货！外面大古看到这玩意儿酷似尖角状物体，这不专业对口了吗？尖角状也是角，于是一发 RPG 下去。把科特队直呼内行。然而此时地动山摇间，生物兵器黛西马尼尔堂堂参上。这蠕动的内部生物质感，咦，过于真实了。总之，这个树情成精的玩意儿，老观众肯定秒反应过来啊！致敬初代奥特曼的4次元怪兽布鲁顿。随着黛西马尼尔的无差别扫射，2号小燕子差点挂彩，星辰长舒一口气啊，还好是丽娜开飞机呀。随后被波及到的大古一怒之下开始变身。随着星辰的一句精准吐槽，迪迦也是和这个火力很猛的团子迂回了起来。2号小燕子也是非常适当的用德克萨斯光束吸引黛西马尼尔的注意力。不过这怪兽显然还真不是盖的，感觉要是雷欧当年经费充足的话，或许圆盘生物就是这么个效果。迪迦抓住怪兽的一个角，试图开始弹琴，然而生猛的火力直接给迪迦轰飞了出去。可怜的小迪被黛西马尼尔连续不断的火力狠狠压制住了，直接几波下来给计时器打红了。此时另一边昭和男儿吉冈局长一个十分帅气的闪避射击干掉了一个小子体。好家伙，宝刀未老啊！一个人无双潜入，终于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总监他们被困的正确房间。另一边迪迦手掌光剑与2号小叶子打了波配合，终于也是逼出了黛西马尼尔的2阶段防御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完胜浩老师给这个怪兽的设定还是挺高的，包含本体的话一共设计了4种形态，可惜碍于经费和拍摄流程等原因，只展现出了1种防御姿态。不过饶是如此，也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数值以及它的智慧。明明看起来就是个大团子，但却异常的生猛，不论是防御力还是火力，甚至闪避值都点满了。讲道理，要不是这个比较抽象的形象不算很帅气，估计高低也算是个热门的怪兽了。总之，吉冈局长成功深入敌人之后呢，一个帅气的战场翻滚，直接给泽井发了把狙。总监我呀，年轻的时候也练过一点枪斗术啊。2位老战友配合的非常默契，直接化身老年热血番。而眼见计划出了问题，停，这个秘书的颜值好像被忽略了呀。真不错。总之，黛西马尼尔召回了所有子体，准备你给鲁大优。拜拜了您嘞！前方人奥连携技能启动。好，注意，拉克炮发射，明白。2发最强火力直接招呼上，这种待遇也算是迪迦中少之又少的了。上一个还是机械岛呢，注意前方伏笔。那些怪兽到底是谁送进来的呢？问得好，下一集就告诉你，而且还会给丽娜看些好看的。最后总监日常和吉冈开始老夫老妻斗斗嘴啊，并且和开头来了个首尾呼应。总监。
你有很优秀的部下。不是部下，是兄弟。做兄弟在心中。回顾第34集《南方海峡》，这集可以说大大丰富了吉冈局长的形象，让这个之前看起来鹰派的小老头魅力暴增。尤其相比于后面戴拿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鹰派来说，吉冈局长显然更有底线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更重要的是，本话系统性的介绍了 TVC 的成立过程。不过确实因为篇幅原因，所以只是大概介绍。就像我说的，促成全世界放下武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迪迦证据发生之前，各国已经经历了多种奇葩的外侵干扰，甚至入侵的事件，因此在迪迦 TV 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促成整个地球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而其中就有那么一个位于昆仑山脉的外星人事件。而这个事件前传中官方当初对外宣传的也是和民间各种 UFO 传说一样是谣言，然而下集就会告诉你，真正的事实往往隐藏在迷雾中。点赞关注，敬请期待迪迦下集的丽娜阴影系列，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